白小纯脑海轰的一声，他想起了陈曼瑶背后的蛮荒老者说起的那些事情，此刻在脑海里相互结合后，顿时明悟过来。如果把四脉的通天河所在之地，所有依靠通天河繁衍出的宗门比喻成为官府，那么这天尊就是帝王。白小纯沉默，韩宗也沉默。半晌之后，韩宗起身，右手抬起时，他的手中多出了一枚青色的核桃。这核桃看起来如玉石打造，在里面能看到有一丝魂在沉睡，没有任何波动散出，甚至除非是肉眼去看，若是以神识去观察，则根本就看不到丝毫。白小纯一愣。这时，韩宗望着手心内的核桃，又抬头看向白小纯，目中露出期待，更有一丝强烈的神采。小纯，你为我逆河宗的付出太多太多了，逆河宗能有你，是逆河宗的幸运。可是逆河宗太小，无法给你更多的帮助。老夫与其他几脉道友商议后，将这整个逆河宗唯一的一份天人魂送给你。韩宗声音平缓，可传入白小纯耳中时，如同天雷，让白小纯内心轰鸣。天人魂！白小纯呼吸急促，睁大了眼。在韩宗没有说出五行天人魂的罕见时，白小纯不觉得此物价值有多大。可眼下知晓了一切后，他的内心掀起了大浪。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出，这一缕天人魂是整个逆河宗内唯一之物，甚至放眼中游修真界，怕是也都找不出第二个。毕竟天人魂不是中游宗门可以具备的，也唯有灵犀一脉曾经是寒门，才有可能残留一份。这白小纯第一次面对如此重宝，却不敢伸手去拿，此物的价值实在太惊人了。本也是要给你的，只不过这一次提前给你罢了，不要有压力。五行天人魂原因毕竟是传说，你可以将其看成是方向，一旦做不到，这一份天人木魂可以在星空道极宗内换取一份完整的五行天兽魂。总之，你结阴之事，我们早就为你铺好了道路。韩宗慈祥的笑道。白小纯身体颤抖，深吸几口气后，他望着韩宗，沉默半晌，深深一拜：“多谢老祖。好了，该说的都和你说了。清晨时，老夫几人在逆河山大殿送你们。”韩宗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带着鼓励与期待，转身离去。月光下，他的背影看起来有些苍老。白小纯拿着手中的天人魂，将其放在了储物袋内。他的心中不平静，对于宗门，对于这里的一切，在不舍的同时，也有深深的感动。很快的，清晨到来。当第一缕阳光从云海洒遍大地时，整个逆河宗内青山绿水，一片安宁，阵阵灵气若隐若现，将逆河宗勾勒得如同仙境。白小纯目中露出坚定，整理了衣着，向着山顶大殿走去。与此同时，徐宝才、神算子二人也都接受了这个事实，纷纷鼓起勇气飞出，直奔逆河山。张大胖很是振奋，健步如飞，还有陈曼瑶也是在这清晨中化作一道长虹而去。血溪一脉的一处洞府内，此刻有轰鸣传出，宋缺一脸铁青的走出，他握着拳头，咬牙切齿，可却没有办法，只能飞向逆河山。除了这几人外，逆河宗的修士也都陆续的出现，他们在这几天也都知道了关于质子的事情，若非是宗门禁止他们去打扰白小纯，怕是这几天白小纯都很难有休息的时候。此刻整个逆河宗的修士都出动，他们无法在这3天去打扰白小纯，可他们在这一刻想要去送别。宋君婉与侯小妹也在人群中，相互都带着不舍与难过，直奔逆河山。当白小纯到了逆河山大殿时，立刻就看到韩宗等所有元婴修士，此刻都已在那里等候。而且除了他们外，白小纯也不是第一个到来的弟子，公孙婉早了白小纯一步，此刻正站在那里。看到了白小纯后，他微微一笑，目中露出神采。对于公孙婉也是质子，白小纯之前就知道了，不过对于公孙婉，白小纯不知为何总是在心底有些怪怪的。此刻勉强一笑后，来到了公孙婉身边，发现公孙婉居然没有带护道者，而是独自一人。你的护道者呢？白小纯诧异地问道。我不需要啊。公孙婉笑了笑。白小纯眨了眨眼，正要继续说话时，神算子与徐宝才等人陆续到来，还有张大胖、陈曼瑶都在来临后到了白小纯的身边。最后一个出现的是面色铁青的宋缺，他阴沉着脸
迈着大步走来，闷哼一声，站在神算子的身边，生着闷气。而逆河宗的修士此刻也都出现在了外围，遥望这里，目中带着不舍与送别。白小纯看到了人群内的宋君婉与侯小妹，还有侯云飞、黑三胖以及所有熟悉的面孔，忍不住又难过了。他觉得自己的命好苦，这一生总是遇到这样的离别。当年在村子是这样，灵溪宗时还是这样，如今到了逆河宗又是这样。就在白小纯琢磨着自己需要不需要如以往那般去向着众人表达一些自己的难舍之情时，突然的一股惊人的威压从大殿内传出，关闭的大殿之门此刻无声无息的开启。红袍童子背着手从大殿内走出，他的身影矮小，可偏偏给人的感觉仿佛与天地齐高。这中间的错觉全部来自他身上那惊天动地的气势，天人境的威压，在这一刻让整个逆河宗都为之肃静。童子目光扫过白小纯与公孙婉，微微点头：“人齐了，走吧。”他一指远处苍穹，顿时远处的苍穹轰鸣，竟直接碎裂。一双大手从虚无中伸出，狠狠一撕，咔嚓一声，直接将苍穹撕开一道巨大的缺口。一个足有万丈之高的巨人从那缺口内钻了出来，站在天地间，其身影之高，让所有看到之人都倒吸口气。粗壮的肉身，野蛮的气息，旺盛的气血，这一切都使得这巨人虽没有血祖威武，可依旧是撼动苍穹大地。他站在年来，似乎山峰与其比较都成为了玩偶一样，可以被他一脚踏碎。随着出现，整个逆河宗内所有人都倒吸口气，白小纯同样眼睛都直了。尤其是这巨人在出现后，先是仰天嘶吼，而后低头时，身体竟向着逆河山的方向直接跪拜下来。主人！其声嗡鸣，震耳欲聋，回荡八方。在逆河宗众人心神震动，白小纯这里也都吸气时，童子袖子一甩，顿时白小纯等人眼前全部一花，更有一股身体的撕裂感瞬间浮现，好在刹那就消失。当他们眼前清晰时，逆河山竟出现在了他们的目中，而他们的身体此刻早已离开了逆河山，而是站在那巨人的头顶。这种不需要任何阵法，甩袖就可带人挪移的手段，元婴也能做到，可却难以如此轻松。对于这童子而言，此事简单的如同呼吸。白小纯再一次被天人所震动，尤其是这巨人头顶的一根根发丝，如同大树。这整个头顶在白小纯眼中，仿佛成为了一小片密密麻麻的丛林。徐宝才尖叫，张大胖面色煞白，神算子身体颤抖，就连宋缺也都呼吸急促，陈曼瑶也好不到哪里去，唯独公孙婉似乎没有太多的神色变化。白小纯身为金丹修士，此刻虽面色苍白，可站在那里却很稳。目光落在远处的逆河宗时，他忽然大喊一声：“我走了，我会回来的。”童子看了白小纯一眼，微微一笑，盘膝坐在一根头发上，双目闭合的瞬间，这巨人猛地站起了身体，大吼一声，一跃之下，竟直接踏入虚无内，消失无影。在逆河宗众人的目中，只留下横扫了大半个苍穹的波纹，如涟一般向着四周不断回荡。小纯，星空道极宗中游通天河的上方，那条真正的东脉通天河浩瀚无比，河宽看不到尽头所在。这里的范围极大，即便是整个中游修真界加在一起，也都远远不如。若顺着此河追溯源头，则是江海交汇之口。在这交汇口的位置，存在了一条与通天河同宽的庞大的无法形容的惊天瀑布。这瀑布之高堪比巨山，瀑布之宽同样看不到尽头所在，飞流直下，落入下方轰击之余，也形成了东脉通天河。可以想象，在那瀑布上就是通天海。此地的灵气之浓难以形容，中游修真界的灵气根本就无法比较。而星空道极宗也正是将其山门屹立在了这里，并非屹立大地，而是在这瀑布落下无时无刻不升腾的水汽中，存在了7条庞大的彩虹。这7条彩虹分为3层，第一层最高的位置只有1条彩虹，其下第2层则是左右2条，最终的第3层则是4条并列。因瀑布太大，故而这彩虹一样磅礴。而星空道极宗赫然就是存在于这7条彩虹上，远远一看，能看到无数身影飞舞穿梭，将整个星空道极宗
衬托得无比非凡。而这也仅仅是星空道集宗的一部分，在那彩虹之后，在那瀑布之上，能若隐若现的看到那里停靠着一艘庞大的古老战舟。这战舟漆黑，散发沧桑与神秘的气息，更有森森寒意，可以看到似乎有幽影在内若隐若现，仿佛底蕴所在。而于这瀑布的下方，在东脉通天河的两岸，赫然还存在了4个超级城池。任何一座城池，其规模都超过了中游的宗门，足以容纳数千万人居住。其惊人的程度，让人看了后会觉得心神震撼。这就是星空道集宗。瀑布下4大城池，瀑布上7道彩虹，瀑布后通天海。此刻，在星空道集宗的远处虚无内，那巨人的身影一跃而出。白小纯在巨人头顶遥望眼前星空道集宗，他的吸气之声极为明显，他的心神轰鸣，被星空道集宗的磅礴所震撼。不仅如此，更是在靠近这里时，白小纯立刻就感受到了四周的灵气之浓，甚至有种粘稠之感。因灵力太浓，以至于他很不适应。不但是白小纯震撼，其他人也都不断的吸气。这是怎么做到的？彩虹是虚幻之物，可星空道集宗居然修建在彩虹上。神算子一脸不可思议。彩虹的确是虚幻之物，可有半神境的绝世强者在，自然可以让虚幻之物成为近乎永恒存在。陈曼瑶深吸口气，在一旁低声解释。而且这7条彩虹里面有森然的等阶划分，从下到上分别是星空道极人的天。你们看到的最高的那一道彩虹就是天，下方2座则是地与人，第3层的4条彩虹才是星空道极。我们来自逆河宗，实际上也算空河院，也就是说第3层的第2条彩虹才是我们最终的去处。陈曼瑶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白小纯听在耳中，这才对星空道集宗有了了解。至于下方的这4座超级庞大的城池，这里实际上也仅仅是星空道集宗的外门而已。星空道集宗的内部划分与我们所了解的宗门等阶不一样。陈曼瑶继续说道，就连公孙婉也都好奇地看了过去，认真聆听。小女娃知道的不少。童子睁开双眼，看了陈曼瑶一眼。前辈莫怪。陈曼瑶面色一变，她摸不清天人老怪的脾气，此刻紧张，赶紧拜见。无妨，不管你怎么知道的，也省了老夫对你们介绍。你们听好了，我星空道集宗的内部划分的确与其他宗门不一样，也不需要一样。星空道集宗没有外门内门核心传承之分，有的只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7种颜色的划分。无论是谁来到我星空道集宗，只要是元婴以下，那么就需要从赤袍弟子做起。这里不看修为，只看贡献点，贡献点够了就可以晋升。出来者没有资格入住彩虹，唯有成为黄衣弟子才可飞升彩虹，离开大地。童子淡淡开口时，他身下的巨人以迈步中带着众人靠近了星空道集宗瀑布下的通天河左岸第2座城池前。好了，这里是空城，也是你们需要去的地方。此后如何，就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这枚玉简你拿好，进入城池后，自然有人为你们安排备注。童子站起身，扔给白小纯一枚玉简后，袖子一甩，顿时一股大力散开，推动白小纯等人飞出巨人头顶后，这巨人大吼一声，身体跃起，在半空撕开一道裂缝，钻入进去，消失不见。而那童子一步之下消失，出现时已在了第2层的彩虹之上。直至童子离去，白小纯这才深吸口气，望着眼前这磅礴的城池，可以看到里面人山人海。抬头时，他看着那惊人的瀑布以及瀑布上的彩虹，白小纯的呼吸渐渐平稳。这里太大了，大的让白小纯那种陌生之感强烈无比，尤其是此刻众人孤零零地站在城池外，那种在异乡的感觉不断地浮现在心底。4大城池分别是星城、空城、道城以及极城，在这里不能小看任何一人，有不少修士本身修为强悍，可却因贡献点不够，故而停留在成衣弟子之中，唯有晋升黄衣才可飞升彩虹。星空道集宗元婴之下皆为弟子，不分修为，只看颜色，就是星空道集宗名传8方的7色弟子。陈曼瑶望着前方的城池，轻舒口气，继续介绍。有他在，
白小纯等人对于星空道集宗总算不是一头雾水，此刻慢慢也清晰起来。天空上的第一层与第二层彩虹，需要什么资格才能居住？公孙婉在一旁忽然问道。陈曼瑶对公孙婉极为忌惮，此刻闻言没有隐瞒，如实道出。第一层彩虹又称为天彩虹，那里是星空道集宗唯一的一位半神老祖居住之地。至于下方的左地右人，其中地彩虹则是天人境所在，人彩虹是星空道集宗掌门之处，也是诸多试炼修行之地。最可怕的是瀑布后通天海上的那艘古老的战舟，这样的战舟四大源头宗门各有一艘，是通天海送出，神秘莫测，威力无穷。陈曼瑶说到这里，看了眼白小纯，没有说出关于蛮荒的事情。此事只有他与白小纯知晓。白小纯若有所思时，公孙婉微微一笑，也没多问。走吧，既然来了这里，就先安顿下来吧。白小纯深吸口气，看向身边众人，随后向着城池走去。一行7人很快就到了城门，刚一靠近，立刻有一股无形的波纹散开，笼罩7人后，白小纯拿着的那枚童子给予的玉简立刻散出明亮的光芒。在这光芒闪耀后，7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立刻四周就出现了传送之力，刹那间他们的身影消失。出现时已在了这城池中心的一处雄伟的大殿中，刚一出现，他们还没等看清周围，一个冰冷的声音在他们四周回荡：质子白小纯，质子公孙婉，这是你们的身份令牌，还有赤衣道袍，至于你们的护道者的身份以及所需之物也都在内。从此之后，你们就是我星空道集宗之修。声音传出时，有2个储物袋在四周凭空出现，直奔白小纯与公孙婉。被他们拿住后，来不及去细看，一股大力轰然推动，直接将6人卷出大殿。出现时已在了大殿外街头上，四周行人来来往往，看到白小纯等人后，倒也没觉得意外，似乎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惯不怪了。白小纯茫然，徐宝才与张大胖被这连续的传送弄得面色苍白，宋缺与神算子还好一些，陈曼瑶似已习惯，倒也无碍。只是星空道集宗这种冰冷的态度以及方式，让他们很不适应。我是质子。白小纯深吸口气，有些不满，向着大殿吼了一声：我饿了。白小纯的吼声没有引起大殿内的任何回音。神算子等人面面相觑时，白小纯觉得非常不满，他认为自己是质子，这么重要的身份就应该有质子的待遇。你们说是不是？我是质子啊！白小纯生气地问向张大胖。张大胖嗨嗨一声，左顾右盼，没有说话。罢了罢了，此事本质子忍了。你们说，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白小纯叹了口气，看向神算子。那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先熟悉一下这里，再做定夺为好。神算子小心翼翼地开口。徐宝才与张大胖深以为然，陈曼瑶没说话，公孙婉轻笑不语。至于宋缺，此刻他依旧铁青着脸，一副谁也不愿理会的模样。白小纯看了看这些人，有些头痛，他隐隐有些后悔带人来了。此刻没办法，只能按照神算子的说法，众人走在街头，于这城池内溜达起来。走着走着，白小纯就忘记了之前的不愉快，他的吸气声、惊呼声时而传出。不但是他如此，其他几人也都差不多被这城池的一切所震撼。这里毕竟是东脉通天河的源头所在，整个城池内居住之人无数，有太多星空道集宗的弟子，同时也有很多都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之人。只不过这里的人都很奇怪，白小纯一路上发现居然没有一个胖子，绝大多数都是干瘦，甚至还有一些都瘦的皮包骨。而且此地之人都是来去匆匆，似不愿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而且修为都很怪异，仿佛不露出一丝一毫在外。若非白小纯是金丹修士，可以看出他们端倪，怕是同境之修，相互观察下都会有种如看凡人之感。压下心中的好奇，白小纯发现在这里可以买到几乎所有之物，甚至白小纯都看到有卖灵宝的。至于丹药之多，更是五花八门，各种法宝典籍比比皆是。还有一种称之为灵石的食物存在，有的是天材地宝，有的是凶兽血肉，种类很多，价格更是贵得离谱。偏偏一路上，白小纯等人看到好多修士，哪怕咬牙也都去买。种种一切，使得这城池繁华的程度是白小纯此生首见。
其他几人也都如此，全部在这溜达中慢慢被四周的一切所吸引。只是这里的物价实在太高了，好在白小纯来此地前，逆河宗曾为他准备了不菲的零食作为花费之用。可就算是这样，白小纯估算了一下，发现自己在这里也很难买到一些眼馋之物。而更是让白小纯等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只是溜达了几个时辰，居然不约而同的感受到了饥饿。这一现象顿时让众人倒吸口气，一个个睁大了眼。对于他们来说，自从筑基之后就已辟谷，而且此地灵气之浓，根本就不需要食物，吞吐灵气就足矣。可眼下这种久违的饥饿感却是越来越强烈。怎么回事？我饿了。白小纯摸着肚子，诧异的看向陈曼瑶。陈曼瑶也是一愣，他想了想后，取出一枚玉简，似在与人沟通问询。半晌后，他神色惊异的抬起头，看向众人时迟疑了一下：“你们有没有察觉，这么一会，我们的修为似乎精进了一点？”他这么一开口，众人立刻查看，的确是修为增加了一点，只不过很少。众人又被四周的繁华吸引，所以没去关注。那就对了，因此地太过靠近通天海，这里的灵气太浓郁了，以至于灵气侵入，乱了五脏，使得不但修行速度暴增，与此同时消耗也一样暴增，所以我们才感受到了饥饿。这说明我们的消耗已经无法满足修行，也就难以辟谷了。陈曼瑶解释时，白小纯的肚子发出了干瘪的咕咕之声。白小纯面色一变，他这一辈子最害怕的除了死就是饿了。当年在香云山时修炼不死长生功，他差点被饿死，后来筑基就再没觉得饥饿过。可眼下这种感觉的浮现，让他的身体一颤。而且我刚才问了一下熟人，得到的答案是，在这城池内，我们每天都需要吃下大量的食物来补充消耗，而且必须是零食才可。陈曼瑶苦笑道：“那始终都要不断的吃。”张大胖紧张起来，他与白小纯一样，对于饥饿都有阴影，除非是成为黄袍弟子，进入彩虹上才会有彩虹之气辅助吸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陈曼瑶叹了口气，眉头皱起，他也感受到了饥饿。公孙婉儿在一旁摸了摸肚子，舔着嘴唇，轻笑一声：“既然如此，那我就去吃东西了，我们以后再见。”他说着，向着众人一挥手，走入人群内，消失不见。少祖，怎么办？我也饿了。神算子眼巴巴地看着白小纯，徐宝才也是如此，甚至就连宋缺，此刻哪怕铁青着脸，也都忍不住看向白小纯。仙人忍，我觉得我们还是先找到住的地方，再考虑吃饭的事。白小纯有些发愁，摸了摸口袋后，咬牙道。神算子等人也觉得有道理，从各自的储物袋内拿出了一些丹药吞下，勉强化解了饥饿感后，与白小纯一起在这城池内寻找居所。很快的，他们就找到了星空道集宗，安排宗门弟子的洞府之处。在这里，白小纯得知所有的洞府都需去租，并非买卖后，又看了眼租金，顿时倒吸口气：这也太贵了。负责此地的修士是一位成衣弟子，他冷眼看了看白小纯，没说话，似乎懒得去理会。这里居住的地方价格之高，匪夷所思，其中能居住洞府者非富即贵，普通人想都别想，只能去选择灵宅，而灵宅的价格也是极高。无奈之下，白小纯等人商议一番，最终咬牙租下了最便宜的一处灵宅。拿到了灵宅的令牌后，众人找到灵宅时，天色已晚。这灵宅在东城，很是简陋，白小纯觉得比自己在村子里的房屋都要简陋，此刻欲哭无泪。这么一个地方，租下半年的费用，就花了宗门给他的一半的零食。此刻折腾了一天的时间，再加上饥饿感的不断加强，到了眼下，众人都饿得肚子不断叫唤。白小纯叹了口气，将装着零食的储物袋扔给了神算子，让他去买点零食回来。神算子立刻振奋，一把接过储物袋，化作一道长虹急速飞出。很快回来时，买回了不少零食。众人各自分了一些，在那里默默地吃着，各有心事。白小纯吃着吃着，对于逆河宗的思念也更多了起来。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晨，白小纯首次是被饥饿打断了吐纳。他睁开眼时，看到的是宋缺等人，各自明显瘦了一些的模样。该死的，
这里太邪门了，这么下去怎么办啊？白小纯觉得此事有些恐怖，此刻他饿的眼睛都有点花了，赶紧拿出零食让神算子去买。第一天就这样过去，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这4天里，众人都陆续的出去过，回来后一个个都皱着眉头盘膝坐下，似乎不愿浪费一丝一毫的力气。可就算是这样，包括白小纯在内，每个人的身体都明显的消瘦下来，尤其是徐宝才，几乎都快要皮包骨了。这还不算什么，最恐怖的是白小纯发现储物袋的零食已经都快要空了，最多再坚持2天，而且他个人的储物袋内也都贴不进去90%之多，如今所剩无几。你们想想办法，这样不行，你们是我的护道者，你们要去赚钱养我啊！白小纯觉得此事很重要，对众人语重心长的说道。他话语刚说完，宋缺忽然站了起来，目中露出果断，更有一丝疯狂。这目光让白小纯有些奇怪，正要问询时，宋缺硬邦邦的开口：“我受够了，白小纯，我受够了，什么护道者，我不当了，我宋缺自己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从此你是你，我是我，不就是贡献点吗？我宋缺在血溪宗不如你，在逆河宗不如你，在这里，我一定能凭着自身之力成为黄衣弟子，飞升彩虹。”宋缺咬牙怒吼一番，白小纯一瞪眼，正要说话时，神算子也站了起来，走投无路。少祖，神算子起身望着白小纯，迟疑了一下，可还是咬牙开口：“少祖，也要走了，我们都在这里，这么下去的话，终究难以解决生存的问题。你看。”白小纯一听这句话，眼看这些人都要去各谋出路，顿时着急了，一样站起了身：“你们别走啊！你们是我的护道者，是我带来的呀！你们走了，我怎么办？”白小纯急道，尤其是他此刻不但宗门给的零食，甚至就连自己储物袋的零食都花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众人离去，让白小纯心里很受伤。你们是我带来的，你们要养我啊！白小纯试图挽留，宋缺在一旁冷哼一声，无情的转身。他准备自己做任务，去养活自己。此刻迈着大步直奔灵宅大门，没有丝毫停顿，直接离去。缺儿，白小纯急切的呼唤，可却没有任何回应。神算子正要跟随而去，却被白小纯一把抓住手臂。神算子，我以后不叫你哼哼子了，你别走。白小纯可怜兮兮的望着神算子。少祖，我也没办法，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这星空道极宗居然这么难生存。我打算出去给人算命，争取让自己活下去。神算子嘴上如此开口，可心中却是愤愤，无限的怀念逆河宗。一想到是白小纯把自己拉入火坑，他就无情的一甩袖子，向着白小纯一抱拳后，快速的向着大门走去，眨眼间就走出灵宅，消失不见。你们太过分了！白小纯怒道。在他想来，宋缺与神算子不讲道义，二人若是早走几天也就罢了，偏偏等自己这里零食都快空了的关键时刻，就这么的扔下自己走了。就在白小纯气愤时，陈曼瑶轻咳一声，也站起了身，看了看白小纯，叹了口气：“都怪我没有做好判断，少祖，我还是去找找熟人去吧。若是有缘，我们彩虹上相见。”陈曼瑶说完，也不等白小纯回答，就身体一晃，飞出灵宅。白小纯眼看陈曼瑶居然也走了，他整个人有些抓狂起来。这陈曼瑶是主动来找他，让他带着来此地的，可眼下竟也扔下自己。气愤之余，白小纯看到徐宝才与张大胖还在，心底略有安慰。哼，他们愿意走就走，还是大师兄和小宝你们讲义气。你们放心。白小纯心底感动，一拍胸口，正要说些豪言壮志时，徐宝才尴尬的站起了身。少祖，你干什么？快坐下。白小纯一看徐宝才这个样子，内心咯噔一声，就要去阻止，可徐宝才此刻已坚定了信念，整个人都快哭了，近乎哀求：“少祖，你放过我吧，我不想饿死啊！你看到我们这些里，就属我现在最虚弱了，我都皮包骨了，我担心这么下去，我会成为第一个饿死的修士。你大慈大悲，放我走吧。”少祖，你让我走吧。徐宝才哭丧着脸，拉着白小纯的袖子，眼巴巴的说道。白小纯一脸悲愤，看了徐宝才半晌，长叹一声：“人各有志，你要走就走吧。”多谢少祖。徐宝才感动，飞速逃出灵宅，
到了宅子外面后，他立刻就看到了在不远处的神算子，二人相互看了看，走在了一起，飞速前行，直至离开到了一定的范围后，二人彼此嘿嘿一笑。那宋缺心气高，不太喜欢变通，估计是真的觉得待不下去了，乃像咱俩终于离开了魔爪。神算子得意的开口时，从储物袋内取出一块灵肉，扔在了口中。不过我们这么做会不会不太好啊？毕竟我们的身份还是护道者。徐宝才迟疑了一下，也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一块灵肉，大口的吃了起来。显然他二人的身上还有不少存货，毕竟之前的几天吃的都是白小纯所购买。这也是没办法啊，这么下去一定会饿死。而且以少祖的手段，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大家先把自己养活好，日后在彩虹上相见就是。神算子也迟疑了一下，想了想后安慰自己道。二人又交谈片刻，彼此抱拳一拜，各自离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而此刻的灵宅内，只剩下了白小纯与张大胖二人。张大胖坐在那里，看了白小纯一眼，叹了口气，闭目打坐。白小纯很是气愤，可却没办法，看到张大胖陪着自己，他心里很感动。可又过去了一天后，张大胖终于忍不住了。在这一天的黄昏，他来到白小纯面前。九胖，大师兄你。白小纯顿时紧张。九胖，不是大师兄不管你，实在是这么下去，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打算出去帮人炼灵，你放心九胖，等大师兄我发达了，一定回来找你，以后我养你。张大胖毅然开口，说出的话语让白小纯说不出丝毫挽留的话语。最终张大胖拍了拍白小纯的肩膀，深吸口气，似带着某种神圣的使命走出了灵宅。此刻整个灵宅内就只剩下了白小纯一个人。夕阳下，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半晌之后长吁短叹。走了，这些人都走了。白小纯垂头丧气回到了房间内坐下，感受着肚子内的饥饿，发起愁来。我该怎么办啊？白小纯眼看天色渐晚，只能外出用所剩不多的零食买了一些补充消耗的食物后，又去看了看城池内对于赤衣弟子发放的任务榜。那里面的所有任务都具备一定的危险性，虽然对白小纯而言，以他的金丹修为完成起来没有什么风险，可这些任务的奖励太少了。白小纯算了算，以自己的消耗，他若是想要活下去，那么需要每天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完成任务才可以。毕竟以他的金丹修为，消耗的程度要比其他人大了很多。若是换一些奖励高的任务，则危险的程度也随之增加。白小纯看了半晌，没了主意，唉声叹气的回到灵宅。此刻小乌龟也醒了，从储物袋内爬出，狐疑的看了看白小纯，似有些诧异自身居然睡了这么长时间。白小纯也没心思理会他，或许是这种不搭理的态度让小乌龟这里没有怀疑白小纯。想了想后就缩头不见。又过了几天，白小纯多次外出寻找养活自己的办法，为了减少消耗，他只能将自己修为压制，不露一丝一毫在外，这样的话才可以让消耗降低到最少。只是任凭他如何去想办法养活自己，却发现在这城池内，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有人在做了，尤其是人物处那里更是如此。即便是白小纯想要去接任务时，也都发现接任务的弟子太多了。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为何当初来此地时，看到这城池内的人大都是面黄肌瘦，又为何一个个修为都怪异，显然都是与白小纯一样，整日压制之下，几乎成为了本能，又在这浓郁的灵力干扰中，彼此看不出强弱。我堂堂金丹修士，难道要饿死在这里？白小纯悲呼，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他的双眼已经冒出了绿光，储物袋的零食已经空了，食物只剩下了不多的一点，再这么下去，他就只能吃灵草了。毕竟他的储物袋内还有不少炼药所需的各种灵草，就算是拿出去卖，也可以卖一些贡献点回来。在这城池内，贡献点与灵石一样，可以交易。这么下去不行，该死的，这星空道集宗太邪门了，对于弟子居然这么苛刻。我可是金丹啊，我还是质子，他们就真的不担心我饿死吗？白小纯郁闷，他甚至都想过去抢，可却打听到在这星空道集宗内，一旦出现此事，惩罚极其严重，于是只能放弃。此刻思来想去后，他狠狠一咬牙，没办法了，只能用我最擅长的方式来解决了。我要炼药，超级辟谷丹，就算是会出什么问题，我也不在乎了。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我要炼药，炼制出一枚吃下后可以好长一段时间不会饥饿的丹药。它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做超级屁股丹。白小纯红着眼，右手一拍储物袋，立刻从储物袋内取出丹炉与火石，放在一旁后，他的呼吸变得沉稳。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超级屁股丹。这世间有一种人具备一种特质，压力越大，爆发力就越大。白小纯就是这类人，而且还是这类人中的佼佼者。实际上，在这座城池内活下去，没有白小纯想的那么难，尤其是对一个金丹修士来说，更是很简单。他要么敢冒着一定的危险执行几个大的任务，要么就是每天争抢大量小任务。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他在这城池内慢慢累积。1-2年后，不说他会过得有多滋润，至少节省一番，还是可以凭着贡献点晋升黄衣弟子，飞升彩虹。可白小纯不愿去做任务，更不喜欢冒险，于是把自己饿得双眼发花。在这强烈的压力下，他的爆发力也在这超级屁股丹的炼制上得到了飞跃。仅仅是4天的时间，白小纯在不眠不休中，在不多的一点食物以及灵草的边角维持下，终于在脑海里将超级屁股丹的丹方创造出来。超级屁股丹凝聚天地之精华，吞下后可让人一段时间内获得补充，将体内的消耗压制下来的同时，也会让这浓郁的灵力在体内转化一番，成为柔和，可供吸收。白小纯激动，此刻他的身体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可目中的光芒却是明亮。在完成了超级屁股丹的丹方后，立刻就进行了实践阶段。终于在3个时辰后，第1炉超级屁股丹顺利出炉。虽只有3粒，可仅仅是气味就让白小纯在闻了一口后，竟感受不到饥饿。哈哈，我白小纯真是个天才，我成功了！超级屁股丹。白小纯无比振奋，拿着3粒丹药，他欣喜若狂，刚想要吃下时，忽然迟疑了一下，想起了自己炼制的丹药曾经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诡异之事。那个还是测试一下为好。白小纯踌躇半晌，狠狠一咬牙，走出灵宅，卖了一些草药后，换来不多的贡献点，去买了一只灵鸡。在灵宅内，他将一枚超级屁股丹喂给了灵鸡后，仔细的观察，直至第2天时，确定这只鸡没有任何问题，反倒是精神极为旺盛后，白小纯更激动了。看来我是真的成功了。白小纯仰天大笑，赶紧继续炼制。很快的，他就炼出了数十粒超级屁股丹。这种丹药我自己吃的话浪费了，相比丹药，我还是更喜欢零食。白小纯琢磨了一下，觉得此丹或许可以拿出去卖，于是带着期待冲出了灵宅。没有将丹药卖给任何店铺，白小纯在这东城人流最大的一处广场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处位置，盘膝坐下后，在面前放下3个丹瓶，每个丹瓶内只有1粒灵药。随后他又不惜以自己的修为融入玉简内，使得玉简散发出强烈的光芒，折射出5个大字，漂浮在四周，五光十色，璀璨无比。超级辟谷丹。做完这些，他就盘膝打坐，等人前来购买。没过多久，就有人路过白小纯身边时，被超级辟谷丹这个名字吸引，围观看了起来。渐渐的，此地人数越来越多，都在凝望，时而议论纷纷。超级辟谷丹，没听说有这样的丹药。在这空城内，于这特殊的环境下，居然还敢拿出辟谷丹来卖，此人若不是骗子，就是一个疯子。哼，在这里，任何辟谷丹都没有丝毫用处。议论的人不少，甚至问价的也有。在白小纯报出了100贡献点1粒的价格后，却没有任何人来购买。白小纯也着急了，正琢磨自己要不要便宜一些时，人群内走出一个干瘦的汉子。此人身体很高，似曾经魁梧，可眼下却消瘦无比，不过目中却有寒芒闪耀，让人看了后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汉子的煞气。他并非一人，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童。这小童面黄肌瘦，双眼无神。在这大汉出现后，四周立刻安静，有一些修士下意识的就退后几步，似认识这汉子，不敢招惹。超级辟谷丹，100贡献点吗？这干瘦的汉子双眼眯起，看了看丹瓶后，又看向白小纯。只不过此城之人都在压制修为不露出来，这汉子也拿捏不住白小纯的修为，只不过凭着感觉判断，白小纯应该是筑基后，他的目中寒芒更多。若是真的有效，100贡献点给你有何不可？但若没效，
今日你若不10倍赔偿于我，定让你好看。这汉子森森开口，不等白小纯反应，他右手猛地伸出，一把拿起一个丹瓶，捏碎后，将里面的丹药取出，直接扔到了身边的小童口中。这小童麻木地张开口，直接吞下。这一幕立刻引起了四周人的关注。白小纯神色如常，可心中也在紧张。他倒不是担心那大汉，此人在他看去也就是筑基大圆满而已，他哪怕再饿，一手也能碾压。他紧张的是这丹药的效果。就在这所有人的关注下，那小童原本神色呆滞，可突然的，他猛地睁大了眼，身体竟在这一刻颤抖起来。这种变化立刻让四周人更为凝望。渐渐的，四周观望之人竟全部睁大了眼，露出不可思议与阵阵失声的惊呼：这怎么回事？天哪，这超级屁股丹居然真的有效！这怎么可能？在这四周人的失声惊呼中，只见那小童原本干瘦的身体居然肉眼可见的恢复起来，血肉生长，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居然成为了一个肉嘟嘟的少年。哗然之声，吸气之音瞬间在这四周强烈的传出，就连那干瘦的汉子此刻也都身体颤抖，呼吸急促，双眼内露出震撼。仙药，这是仙药！大汉猛地一把抓向另外2个丹瓶，可就在他抓去的刹那，白小纯眼睛寒芒一闪，看了过去。大汉脑海轰的一声，手在半空停顿，竟不敢放下丝毫。他有种强烈的危机，似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若自己敢去抓丹瓶，那么等待他的将是雷霆怒杀。此丹是白某用不死草炼制出来，价值非凡。之前100贡献点既无人问津，还有人不信罢了。从现在开始，此丹300贡献点一枚。白小纯淡淡开口：900贡献点，我全要了。干瘦的汉子深吸口气，没有任何迟疑，立刻扔出身份玉简，划过去900贡献点后，赶紧将那余下的2个丹瓶收走。四周众人纷纷着急，可却没办法。但就在这时，白小纯干咳一声，从储物袋内又取出了3瓶，也就是1炷香的时间，整整30粒超级屁股丹，被众人哄抢一空。白小纯这才收了摊，背着手得意的离去。哼哼，神算子，他们想要自谋出路，却不知我白小纯只需略微出手，立刻9000贡献点到手。白小纯越想越是高兴，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神识融入后，看着上面记录的贡献点，心满意足。我现在是赤衣弟子，祭献10万贡献点后，可以成为成衣弟子。而想要离开这空城，飞升彩虹的话，需要的是黄袍弟子，这需要的是祭献出100万贡献点，也不多嘛。白小纯很是傲然，摸了摸肚子后，毫不迟疑的就去了一家专门制作零食的客栈。在那里，他一个人点了足有5人份的零食，一顿狂吃后，觉得人生如此美好，这才挺着肚子回到了灵宅，带着对未来的憧憬，继续炼药。引起关注，一夜的时间，在白小纯的兴奋下，他首次发现自己对于炼药又多了与以往不同的痴迷。终于在第2天清晨时，白小纯炼制出了快50粒超级屁股丹，于是兴冲冲地离开宅子，去了昨日的广场。这一次，他几乎坐下后，刚把丹瓶放出来，就立刻有大量的修士冲上前来，彼此你争我夺，如同疯狂般来购买。50粒超级屁股丹，在短短的时间内，直接就被一扫而空。白小纯都愣了，仔细想了想后，也明白了为何会如此。相比于此城昂贵的零食，屁股丹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其效果之好，让人无法不动心。不过白小纯想了想后，还是决定不涨价了。他觉得大家都不容易，而自己赚取贡献点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可在第3天，白小纯路过一家店铺，居然看到里面也有卖超级屁股丹，价格竟到了3000贡献点，他立刻就诧异了。再次来到广场时，这一次他还没等坐下，只是刚刚来到广场，立刻就有7、8个修士快速靠近，居然争抢着要一次性购买今日的全部灵药份额。这一幕让白小纯警惕，观察之后，发现这些人都是东城一些店铺内的修士，显然在他这里买完后，会在店铺内高价售出。白小纯立刻就不乐意了，于是说出了新的购买规则：一个人只能买1粒，买2粒的话，价格翻倍，3粒再翻。可效果却不好，毕竟空城内最不缺的就是修士了。最终无奈，
白小纯索性也不再去理会。很快的，过去了7天，白小纯的贡献点也已经积累快到了10万。与此同时，在这7天中，超级屁股丹在东城已经开始了小范围的轰动，不少人都听说了这个丹药，尤其是东城内的一些组织更是关注了此事。整个空城有无数大小组织，都是修士之间拉帮结伙形成，而其中范围最大的也是最强悍的，则属天空会，近乎垄断了天空城内近乎80%的店铺。传闻其背后有天人家族坐镇，如同私产，无人敢惹。而此刻，东城内天空会在这里的负责人并非一位，而是3人。这3人都是在空城中很有名望的成衣弟子。眼下3人难得的出现在了一起，于一间密室内，彼此都神色凝重，望着放置在他们面前的3枚超级屁股丹。3人各自拿起，都在观察，彼此一言不发，似在等待着什么。不多时，有人在密室外拜见，3人这才抬头看去，只见密室外走来一个老者。这老者满头白发，身上充满了药香。走来时，这3位成衣修士都起身，神色带着客气，似对这老者很尊敬。老者拜见一番，没有说废话，直接一指放在3人面前的超级屁股丹。此丹蕴含了123种不同药力，相互混合后变化无穷之多，老夫这一生所见不多。而且这丹药内实际上的药草却只有19种，以19种药草变化出100多药力，这应该是一种特殊的炼药之法。能炼制出此丹之人，在药道总体上或许还不如我，可在这草木的变化与相生相克中，已在老夫之上。老者慢慢开口，目中还残留着惊异。他之前研究这丹药数日，早就被这丹药撼动了心神。能否推演出炼制方法？我们自己来炼制。3个成衣弟子里，其中一人忍不住问道：“看来是我没说的，让你们明白。这么说吧，在这之前，老夫从来没听说过超级屁股丹，而研究之后也发现了，这丹药的丹方不属于老夫所知晓的任何一类，虽有瑕疵，可服下后没有大碍，最多伤些元气而已，很快就可补充回来，能让一个修士在至少半个月内身体消耗达到平衡，所以基本已能确定这是自创丹方。自创丹方，你让老夫去推演炼制，老夫还做不到。不过我倒是可以尝试改良一下，将1枚丹药变成数枚，只不过效果会差一些，弊端会更严重。”老者目中露出一丝惊芒，看向3人。3人沉默。这丹药效果如此好，那么一旦发展下去，势必对整个空城的灵石销量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这种影响若是扩大，将是灭绝性的。尤其是对于天空会而言，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改变。如此一来，若能掌握丹方，还可掌控事态；可若掌握不了丹方，那么此事就要阻止。杀人之事有星空道集宗规则，能避免还是避免的好。而且总部那边也是这个态度，所以此事就拜托孙道友了。找到卖丹之修，能弄到丹方最好；若弄不到，哼，合作也可。3人相互看了看后，其中2人目中露出狠辣，向着另一人抱拳。与此同时，白小纯这里的生活在这7天里极为滋润，那种贡献点积累的速度，他自己都觉得心惊。而贡献点多了后，白小纯在这7天里顿顿都是昂贵的灵石，甚至路过法宝阁，还走进去一口气买了数件法宝，还有内甲之物。最让他动心的是，在这空城内还有专门贩卖凶兽坐骑的店铺，那里的坐骑分为3、6、9等，最贵的竟高达数百万，就算是便宜的也有10万之多。白小纯去看了后，越看越是喜欢，想起自己这几天在城内偶尔能看到的一些修士骑着坐骑出行时那威武不凡的模样，顿时心里如小猫挠一样。只不过囊中羞涩，他忍了好久，终于没忍住，花费了近乎10万贡献点，买下了一头寻常的战兽坐骑。尽管只是寻常的坐骑，可对于绝大多数此城的修士而言，这绝对是奢华了。此兽足有30丈长，看起来如一条巨大的鳄鱼，眉心有3目，全身鳞甲，极为狰狞，修为更是堪比筑基初期的样子。坐在这鳄鱼的背上，白小纯耀武扬威，耳边听得战兽粗重的喘息，还有踏着地面的轰轰声，一路在四周众人羡慕的目光下，直奔灵宅而去。等过几天要换个住的地方了，这里已经不适合我的身份了，我要住洞府，最好的洞府。白小纯得意的想着时，
忽然双眼一凝，看到了在自己的灵宅外有一个穿着成衣的修士，正背着手站在那里。此人的身后还跟着7、8个赤衣弟子，一个个都精神饱满，修为并非内敛，而是扩散开来，使得灵宅四周弥漫了威压。只不过就算是那成衣弟子，也仅仅是筑基大圆满而已。这些筑基修士的威压，白小纯在确定了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后，就立刻不在意了。在他看向灵宅外的这7、8人，这些人也看到了白小纯，尤其是那位成衣弟子，更是在看到白小纯后，双眼同样凝重起来。在这城池内，虽众人修为都习惯性内敛压制，可以他的修为，很多人他只需仔细查看，还是能感受其修为的强弱。只有筑基大圆满的同境之人，他才看不透修为。眼下白小纯这里他看不透，至于白小纯修为超越筑基之事，他没想过。毕竟整个空城内看似人山人海，可实际上结丹修士的人数还是太少。毕竟若有金丹的修为，早就用最快的速度去赚取贡献点，离开此地飞升彩虹了。有些棘手，这成衣修士眉头微微皱起，他也打探过白小纯的来历，可却一无所获，只是知道对方姓白。此刻略一沉吟，他眉头慢慢松缓下来，脸上露出笑容，内心已决定，对于这样的修士，还是不要绕圈，直奔重点为好。毕竟超级屁股丹引起的事端太大，能合作的话也是可以的。于是，在白小纯靠近时，他上前几步，抱拳一拜：“可是白兄，在下周涛，天空会东城头领之一，有关超级屁股丹之事，欲与白兄商讨，做一笔双赢的合作。”心机手段，怎么合作？白小纯坐在鳄鱼上，看向周涛，眨着眼问道：“在下欲买下超级屁股丹的丹方，愿出10万贡献点，不知白兄可否割爱？”周涛内心有些不悦，觉得白小纯竟在战兽上没有下来，可语气却不露丝毫。不卖。白小纯翻了个白眼，身体一晃走下战兽，袖子一甩，将战兽收入灵兽袋内。正要进入灵宅时，周涛上前一步，抬手阻拦：“白兄，不卖丹方也可，我们天空会来独家贩卖如何？”独家贩卖？白小纯看向周涛，实际上他这几天自己去卖也有点烦了。此刻听到周涛的话，琢磨着若是交给他们去卖，自己能省力不少。我天空会笼罩全城，在下有把握，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让这超级屁股丹传遍全城。到了那个时候，白兄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海量贡献点。周涛笑道。白小纯想了想后，开始与周涛谈论了细节，直至1个时辰后，二人定下以300贡献点的底价，再加上最终卖出价1半的分成方式，确定了合作后，白小纯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很是开心。周涛一样开心，二人相视一笑，发下道誓，约定在玉简上，又送入星空道集宗的公证阁做了仲裁。临走前，周涛笑着问道：“不知白兄名讳？我们既已合作，大家以后要多熟悉一些才是。叫我白药师便可。”白小纯抬起下巴，小袖一甩，傲然开口。周涛迟疑了一下，微笑点头，告辞离去。就这样，在之后的日子里，白小纯的炼药越发的疯狂起来，炼制的数量也从之前的50粒变成了100粒，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这100粒灵药，每一次周涛来拿取时，都会直接给出3万的贡献点。至于之后的分成，则需等售出后才能拿到。时间流逝，很快又过去了7天，在天空会的势力下，短短的数日，超级屁股丹就轰动了整个东城，在东城完全引爆，其功效之好，让无数东城的修士疯狂。哪怕价格被炒到了极高，可依旧有大量修士购买。至于灵石，也出现了跌落之势。短短的时间内，东城修士之间谈论的几乎都是这超级屁股丹，而且白药师这3个字也在天空会的有意传播下，被东城不少人知晓。很多人都知道白药师就是超级屁股丹的炼制者，而天空会只是代售而已。白小纯觉得有些不对劲，想要去阻止时，周涛却送来了天空会第1批分成的贡献点，足有数万之多，且告知白小纯，此后每天都会有这么多时。白小纯立刻振奋无比。可实际上，他并不知道，他的超级屁股丹到了天空会后，在天空会的药师努力下，不惜代价，不惜成本，生生的将100粒变成了3000粒，使得其弊端无限的扩大。如此一来，白小纯这7天给出的虽是700粒，
可实际上卖出的却是2万多粒，只不过多出的那些并非卖给东城，而是被送去了西南以及北城。短时间内，白小纯根本就无法知晓。而白小纯的贡献点也首次突破了20万，他在这振奋中，索性直接祭献了10万，成为了成衣弟子。穿着成衣弟子的衣服，他坐在战兽身上，意气风发，大有一种屁股丹在手，天下我有的霸气。可正走在街头，白小纯傲然天地时，突然的在前方传来阵阵惨叫之声。白小纯诧异，站在战兽身上仔细一看，立刻看到远处竟有一个修士突然摔倒在地，身体肉眼可见的急速消瘦，发出哀嚎。这一幕让白小纯一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的四周的人群内竟陆续的有人神色大变，突然倒地，一样身体急速消瘦，哀嚎不断时，白小纯有些紧张了。怎么回事？莫非有敌人进攻？白小纯赶紧操控战兽后退，再回灵宅的路上，他骇然的发现竟有数十人如此突然倒地，全身急速消瘦。尤其是当他看到其中一人居然是买过自己的辟谷丹的修士后，白小纯觉得更不对劲了。而这还只是第一天，当第2天到来时，东城内这样突然消瘦，仿佛1个月的饥饿突然在瞬间爆发的修士，在数量上超过了100人后，整个东城内顿时出现了风波。虽然没有人死亡，可这里面除了不多的一些人只是元气略伤，休息之后可以恢复外，绝大多数都是元气大伤。这种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这些修士的愤怒，而在调查之下，很快的就找到了原因所在。所有突然消瘦之人，毫无例外都是吃下过超级辟谷丹。至于元气略伤以及元气大伤的区别，倒也没有人去在意了，大都是认为个体差异的不同。而所有的矛盾在这一刻都被人刻意的引导之下指向了白小纯。超级辟谷丹是假的，那白药师是个骗子。该死的，我们在这里本就很辛苦了，他居然还骗我们。哪怕有门规在，我也要灭了这白药师。那些吃下丹药后陆续发作的修士，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还没发作的部分人，他们的愤怒同样在被引导下大范围的爆发出来。更是暗中有不少潜藏在内的修士，也在这一刻引导舆论，更是同仇敌忾之下，引起了整个东城的愤怒。这种愤怒引来的杀机，哪怕白小纯身为金丹修士，也都不可去撼动丝毫。这里不是逆河宗，而是陌生的星空道极宗，在这里没有人会来保护他，一旦引起了众怒，必定是生死危机。白小纯吓得几乎魂飞魄散，好在他对于这种事情在灵犀宗与血溪宗内有很多经验。早在这东城怒火爆发之前，他就立刻整理好了一切，连夜逃走。以白小纯的心智，他只是最开始被那突然拥有的贡献点迷失了一下，此刻随着清醒过来，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是被天空会坑了。该死的天空会，我又没得罪你们。白小纯咬牙，连夜疾驰时很是狼狈。对于这次的事情，他的刺激很大，那种在心机上被人玩弄的感觉让白小纯觉得丢脸。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怒意，不甘心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离去，当然也不会冒失的去寻找天空会之人，而是找到了几个吃下超级辟谷丹后发作之人，仔细的研究辨认之后，白小纯立刻明悟过来，这些人吃下的超级辟谷丹被改动了，不是我给天空会的丹药。我的丹药就算是有瑕疵，同样会发作，可只是元气略损而已，稍微补充就可恢复。相比于这一点危害，长达半个月的补充消耗，足以使人忽略瑕疵之处。而天空会改动了我的灵药，使得其危害增大的同时，缩减了补充消耗的时间。可天空会为何要这么做？白小纯咬牙，展开修为，急速的离开了东城，去了北城区域。到了这里后，他立刻发现，居然在北城区域也有人吃下了超级辟谷丹元气大伤后，白小纯立刻脑海如有闪电划过。我懂了。天空会作为空城最大的组织，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商铺，而这空城内最大的利益是在灵石上。超级辟谷丹的出现，最受冲击的就是灵石。他们来找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贩卖，而是为了将超级辟谷丹彻底毁去。白小纯呼吸加重怒意升起，此刻完全明白过来后，他的怒火更强。有意思，不动术法，不来杀人，只是玩弄手段吗？这一点我白小纯也会。天空会，你们给我等着！白小纯咬牙，
潜入北城，